我是虚乐 tuber 露露露。胡桃在 2.2 版本的复刻中也获得了非常亮眼的营收成绩，应该也有很多从 2.0 版本才入坑的新手们也抽了胡桃，更甚至是之前只抽了0命的也都知道要趁现在不到1命。虽然胡桃超可爱，输出爆发又高，但其实胡桃的操作上手程度对于新手来说还是需要点时间习惯的，而且0命和1命的输出方式也不一样。洛洛也有看到很多新手在输出手法上如何操作，该先抽1命还是护魔专武，该穿魔女套还是追忆套，没有中离又该怎么配对等等的地方有诸多疑问。因此这边洛洛整理了10个胡桃复刻 Q&A， 汇总了抽胡桃后最常问到的问题。在看接下来的内容之前，若你还没有看过胡桃角色全分析的影片的话，建议先点击右上方资讯卡查看胡桃的完整分析，才能比较好衔接上接下来的内容哦。那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不知道该不该抽胡桃。若是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抽胡桃，或是还不知道胡桃的强度和角色特性的话，再次提醒可以先查看之前的影片。而洛洛这边的重点就是胡桃是一名强力火 C， 诱火元素在很多副本都相当实用，无论是可以应对大部分的 BOSS， 又或是蒸发或是融化伤害的元素反应倍率也十分出色。真要说的话，就是初期多人联机时，胡桃还没毕业的话，最好不要带出去，还是乖乖带个辅助，请大佬带你刷副本比较好。又或者是可能会遇到很多大奶妈跟你多人联机，你的胡桃想要压血也压不了。而若你还没有火元素 C 位角色的话，很推荐抽胡桃。假设你已经有火元素输出位，例如迪卢克或可莉，但又希望升级螺旋能打得更加轻松，胡桃在升级螺旋的出场率也一直都很高，从胡桃推出之后到现在仍旧是一样居高不下。因此除非升级螺旋环境大改，拥有胡桃可以有效确保你的升级螺旋星星能够拿得更稳。但倘若你已经有萧公，就未必需要胡桃，因为萧公在升级螺旋也是能够打出不错的伤害，而且萧公0命就有伤害。主要的重点是不像胡桃0命时有卡手的耐力控制问题。至于XP党，一样老话一句，自己老婆自己决定。已经有0命胡桃，先抽护魔还是1命呢？由于胡桃目前已经是复刻第2次了，距离上次胡桃推出时已经相隔7个月，甚至还有一些角色超过这个时间更长还没复刻，例如阿妹多和甘雨。因此想要等角色复刻就要有概念，错过就要再等至少7个月或1年以上的心理准备。若现在的你已经有0命胡桃，在犹豫要抽1命还是先抽专武护魔之杖的话，洛洛这边的建议是先抽1命再拼护魔之杖，因为胡桃最影响输出体验的问题就在于0命的耐力消耗问题。由于胡桃的主要攻击方式都是透过开1技能之后的平 A 加重击不断来回戳，这个输出方式就已经会消耗到大量的耐力，更别说是还要预留一些耐力来冲刺闪避等等的空间，以及胡桃的重击冲刺距离其实有点长，冲刺到底时还会有一个后摇动作。假设在完全不用冲刺闪怪的情况下，0命胡桃的平 A 加重击最大的次数大约为8下，实战中可能会只剩下6到7下，并且打完极限重击次数后耐力也差不多干了。但1命的胡桃在平 A 加重击的最大次数则可以来到12下，主要的耐力都是在于冲刺取消后摇所消耗的。虽然实战中大部分最多只能打到10下左右，但直到1技能效果结束后，胡桃还是有大约1/3的耐力可以用来冲刺闪避用，十分足够。因此1命的胡桃可以大幅提升你的输出体验。若你打定只想要用0命胡桃，那就请你做好准备要维持这样的输出体验，挨到下次胡桃复刻才能解决。又假设你是用手机玩0命的胡桃的话，真的是要很有耐心，这个输出体验的问题，就算你拿精炼5护魔之杖也没有办法解决。而没有专武的情况下，其实还是有很多武器可以暂时替代，因此若是原石真的有限的话，还是建议先至少把1命抽出来。虽然这次的武器值也算不错，也是睽违了7个月才复刻，护魔之杖可以提供给许多角色使用，像是钟离、香菱、托马萧等等。周末祭探之师提供给辅助型的弓箭角色，像是温迪、9条沙罗也可以提供对我不错的 buff， 就算歪了，精炼等级上去也还会再有 buff 加成。但重要的是护魔之杖和胡桃一起搭配才有外观毕业的感觉哦。胡桃没有护魔之杖，可以用什么武器替代？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查看洛洛先前制作过的胡桃影片，查看7分32秒的地方哦。也顺带补充，精炼5的4星武器效果差不多可以等同或是优过于次要的5星武器，因此优先顺序大致上会是满精炼5星专武大于满精炼5星替代武器大于精炼1 5星专武等于满精炼4星武器大于精炼1 5星替代武器大于4星武器哦。0命跟1命的输出手法差在哪里？
灵命跟银命的输出手法主要都是为了要取消重击后的后摇动作和过长的距离。首先，灵命的输出手法需要先从一技能 A 重跳开始练习，因为体力有限，透过跳跃这种不耗耐力的方式，可以为我们节省耐力，简称客家胡桃。这边的跳并不是重击的动作完了之后才跳哦。先看看错误示范。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在冲刺的距离已经冲了1/3或是一半的时候，就可以按跳取消后摇。若是这个部分已经熟练的话，接下来要练的就是不断的重击 combo， 一技能后 A 重跳转 A 重跳转的循环。洛洛这边再加入了一个转的口诀，因为在实战中我们可能会面对大型敌人，或是要冲进被聚集在一起的敌人群里打架。这个转就是要用来调整方向，再让胡桃的攻击可以命中敌人。也因为游戏中的 AI 在超出一个范围后，就不会自动帮我们锁定敌人，所以得靠自己手动来转视角，调整到正确的攻击方向。解锁一命之后的我们就可以不再客家，在输出手法上就可以进阶成一技能 A 重冲，并且在技能时间内拥有更多的重击次数，等于总伤害增加至少30%以上。一样先练习个几次后，再加入转的口诀，变成一技能 A 重冲转 A 重冲转的循环，这样就可以来回的攻击位在同一个位置的敌人。另外要注意的是，原神在冲刺的时间也有冷却时间的设定，每当冲刺2次过后的下一次重击会没有办法使用冲刺，因此只要每来到第3次重击的时候，就可以变回灵敏的 A 重跳转的方式。不过洛洛自己身经螺旋实战时是不会到那么讲究啦，也不会特别去追求极限的重击最大次数，算是分享一个小细节给大家知道咯。这里也要顺便补充一下胡桃 E 加 Q 的 combo 怎么放比较好。胡桃的 Q 大招伤害非常高，同时也是可以让胡桃回血在续战的一个重要技能。在一技能血梅香释放后，胡桃进行一连串的战场输出，血梅香的持续时间为8秒。在此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下右下角的技能冷却时间，血梅香冷却时间总长为16秒。大招最好的释放时机就是在血梅香加工的时间内释放，打完一轮重击下来压血也好了。最好就在冷却时间剩下8到9秒左右开大，而不要低于这个时间底线才开大，否则这样大招就会吃不到血梅香的加工效果，也无法打出核爆伤害。开大之后胡桃刚好又回血，又可以再战300回合，或是切其他角色出来做 buff。等到做完 buff 后，胡桃一技能冷却时间又好了，就可以不断的一直打输出爆发循环。要怎么样才不会穿过大型柜啊？胡桃的冲刺技能是会有短暂隐身的，并且也具备穿越过障碍物的效果。像是藏进侍女的水牢就关不住胡桃，因此在输出时或是冲刺的过程中也是会不小心就穿越过敌人的。或是不想要在输出的过程中穿过怪，解决方式就是在快贴脸到怪之前就要冲刺完成，或是冲刺完后再转方向回来就可以来回穿刺。应该穿魔女套还是追套呢？随着到期现物副本的开放，最近开直播时也有新手来问洛洛胡桃适不适合穿追忆4件套。先说结论，就是魔女套还是优于追忆套。魔女套全面性的提升胡桃的 E 和 Q 以及所有的普攻重击伤害，追忆套优过于魔女套的地方只有在于普攻重击伤害方面，取而代之的副作用就是胡桃不能够频繁开大，但不能开大的胡桃就少了让它回血打输出循环的续战要素，并且也少了面对群体敌人时快速清场的高爆发伤害。追忆套最适合的目前还是只有消攻。之所以会说胡桃可以穿追忆套的角度是在于追忆套的声优副本中还有另外一个绝缘套，绝缘套可以穿的角色非常多，举凡需要元素充能又靠大招收作的角色几乎都可以穿，像是莫娜、行秋、香菱、9条沙罗、重云等等非常多。若你是 2.0 之后才加入的新手的话，在初期你的体力分配很重要，因此有胡桃的情况下，刷绝缘追忆的圣优副本体力 CP 值最高，而火本里面会掉落的魔女套和妒火套，妒火套并不泛用，又常被大多数玩家称为毒瘤。真的要说能用的角色就是搭配火 C 使用的行秋，洛洛在1年前开荒时期就是用穿妒火套的行秋用来搭配可莉也还不错，主要就是靠妒火4件对火元素影响下的敌人增加伤害35%的效果，而且有时候妒火的一些散件也是有不错的圣物用来补一些角色的圣物空缺。而站在老鸟角度的话，其实就没有那么必要再去帮胡桃刷一套追忆套，除非中间退坑一段时间，回国后有很多角色的圣物都还没有毕业，就一样是站在新手的角度去有效率的运用你的数值体力。该穿生命纱还是精通纱？也有看到一些疑问，胡桃要穿生命主属性的十之纱还是元素精通主属性的十之纱？
也有人说拿了专武护魔之杖就要穿元素精通的十字纱。洛洛以精炼武的护魔之杖实测2种不同的十字纱下来，觉得其实效果上差不多，但伤害量会是精通纱要再高一点，大约血量超过3万或3万左右时可以改穿精通纱。以搭配护魔的情况来说，精通纱会比生命纱收益再高一点。元素精通的十字纱主要是搭配行秋打蒸发伤害这类元素反应时，普攻重击伤害会比带十字纱的伤害要来得高一些。而生命值的十字纱则是因为生命值全面提升，所有的输出伤害，包含普攻、重击、大招的伤害都还要再更高，但两者之间的总体伤害量其实没有差多少。这两个圣物的最大血量的差距将近8000，攻击力差300，元素精通差187。而对于新手，以主属性的几率来看，生命值主属性的十字纱会比元素精通的十字纱容易出现。而若你想要更好的附属性，像是有双爆的，就得看你有什么就先用什么咯，这部分真的很看脸的呢。满命的效果要怎么判断触发？再来是关于胡桃的满命效果要如何判断有触发呢？胡桃的满命效果是在血量低于 25% 或是遭受到必死攻击时可以免死1次，并且有60秒的冷却间隔时间，就算是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也可以触发这个效果。若是触发，就会看到胡桃身旁围绕着类似赛亚人的火焰，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开面板查看爆率是否有加100%，这样就代表已经触发。要注意这个效果只会持续10秒，而冷却时间的60秒也是必须要自己读秒或是大概算，否则60秒内在遭受必死攻击时还是会倒下。也可以趁这10秒内开大极限压血、反击核爆带走敌人，或是切换角色等等。没有钟灵的话可以怎么组队？胡桃最强的配对就是胡桃加行秋加钟离的组合。有些在钟离复刻卡之后才加入的萌新就会有疑问，没有钟离的话怎么办呢？最简单的思路就是换个类似作用的角色上去。钟离在这个队伍中的定位主要就是提供给胡桃护盾保护，这个护盾又是全元素加物理伤害减免，让胡桃可以在压血的极限状态下还可以安逸大杀特杀。同时钟离还能够让范围敌人全元素加物理抗性减少 20%， 等同于再帮胡桃增加 20% 的伤害空间，因此就可以再替换上一名护盾角色。这边的下位角色就可以选择新出的角色托马凑双火共鸣，2命以上护盾常驻，满命更提供胡桃普攻加终极伤害 15% 的加成。详细的托马角色全分析也可以在查看洛洛制作过的托马影片会更了解相关内容。另外也可以搭配迪奥娜，搭配祭礼弓也能够有类似于护盾常驻的效果。在荷官探索遇到受惊恶兽时，可以开大招让其他不需要压血的角色回血。而胡桃主要就是要迪奥娜的护盾，而不要去吃到太多迪奥娜的恢复血量，避免阻碍到压血。而虽然迪奥娜满命可以增加200点的元素精通，但需要血量 50% 以上，对于胡桃来说比较难吃到，因此这2个角色都只能算是下位替代。舍去钟离后，就会推荐再放入风系工具人做扩散反应，像是砂糖或万叶。详情输出手法也可以参考托马影片12分钟开始的地方，从而打出岩元素法做到的优势。没有行秋的话可以怎么组队呢？从 2.0 版本才加入的新手的话，刚好最近几个卡池都没有加倍行秋，所以有很多新手的角色池中是没有行秋的。那没有行秋的话又可以怎么组呢？我们可以从火元素能打的反应来着手组队。行秋和胡桃的绑定是在于行秋的水元素技能，和胡桃的技能可以达到招招蒸发的作用。而另外的挂水角色新手来说可能只有芭芭拉，但芭芭拉会回血，又会影响到胡桃的压血，因此也不适合。雷元素的超载又会让胡桃要去追着怪物跑，浪费时间和耐力，所以剩下能打的反应最好就是融化了。这边洛洛会建议胡桃加2名冰元素角色加增伤工具人，例如胡桃加凯雅加罗莎莉亚加班尼特。班尼特开大时，胡桃就是要吃到增伤马上开大，然后尽快离开圆圈。又或是胡桃加凯雅加砂糖加迪奥娜，这边主要都是站在可能世界等级3到4左右的新手配的队伍，因此大世界探索其实这样带就很足够了。每个新手的状况也不太一样，若是真的对组队感到困难，也可以在每周日来到洛洛的直播间参加健检账号的环节哦。以上就是洛洛整理的10题胡桃复刻 Q&A， 要是身边有玩原神的朋友，问了你以上的问题，就直接把影片贴给他看吧。洛洛也都会把重点的秒数标注出来，直接从时间点开始看，就可以直接看到重点了。若是还有想看的攻略主题或是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首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裸肉帮会员，每个月请洛洛喝杯鲜奶茶加鸡排。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喜欢越多，给洛洛的buff就越强哦。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玩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弟周贝尔洛洛，我们下次见喽。